它是一款让用户喜欢、让友商难受的重磅产品。你要战，那便战！1999，屌爆了！1999元，这他妈的绝对是捣乱的，是吧？之前的视频啊，我们详细测试了骁龙7加这样的性能能效表现啊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强的骁龙7系。搭载这块芯片的两台机子 Note 12T 和 GT Neo 5 SE， 在定价上呢也是拿出了你死我活的架势啊来竞争。那么它俩的表现谁更强？一起来看一下视频。在2500价位段 ，GT Neo 5在质感上打败了 K60， 但是到了这波2000价位段，属于是分水轮流转了。GT Neo 5 SE 磨砂塑料后盖廉价感明显，而同样是塑料材质 ，Note 12T 呢就处理也不错，富有光泽感的同时，镜头模组设计语言呢也更加简洁清爽。来到正面，差距呢就更大了，去掉塑料支架之后呢 ，Note 12T 边框呢窄了一大圈，降低了廉价感和臃肿感。GT Neo 5 SE 不但边框更粗，还有塑料支架。好在呢，过渡处理的还不错，对于手感的影响呢并不大。不过呢，质感层面，一加 Ace RV 还是2000价位的王者。奶绿的玻璃后盖，视觉和触觉呢都更加温润些。正面四边窄边接近等宽，而且不仅自己质感做好了，还顺带鞭策了友商。Note 12T 呢采用是垂直中框设计，后盖和中框衔接部分过渡做了一些弧形打磨，割手感呢不明显。不过对比来看呢 ，GT Neo 5 SE 的弧形中框还是要更加贴合手掌的，但与此同时也会更加厚重些。之前视频呢，我们详细聊了7加这样的具体性能能效，放在2000价位确实很香。KO 天玑9000的同时啊，还降维打击了天玑8200，因为这颗芯片本质上就是骁龙8加降降。日常的性能调度上 ，GT Neo 5 SE 在程序打开时，处理器中和大核呢都可以飙到最高。应用内虽然说没有做频率限制，但是多数时候中和大核无法同时达到最高频率。红米 Note 12T 应用启动时呢，大核最高是2.59 GHz， 应用内呢会限制到2.36 GHz。用修改报名的 J-Benchmark 测试 ，GT Neo 5 SE 单核呢更强，多核呢略低于 Note 12T。高刷策略上，两台机子呢都支持自定义高刷功能，所以说动手指都能够实现全局120赫兹。就是这个 Note 12T 都有的功能啊，上代真旗舰 12S Ultra 是真的不配拥有的吗？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是故意的。游戏方面呢，我们直接来看一波原神的表现。20分钟虚拟地图测试 ，GT Neo 5 SE 呢平均是50.9帧，帧率波动呢要比 Note 12T 更大些。后面5分钟呢，最高帧率会限制到50帧。游戏过程中，屏幕亮度也是强制降到了145尼特，整机光呢是5.5瓦。Note 12T 呢平均是54帧，后面5分钟呢同样出现了限制最高帧率到50帧的情况。不过整体帧率稳定性呢要更好些，游戏过程中也没有强制降亮度，整机光呢是5.6瓦，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。虽然说都是骁龙7加镜啊，但是两者的游戏调度完全不同。Note 12T 20分钟游戏中和大核平均频率呢是2.04 GHz 加1.41 GHz，GT Neo 5 SE 则是1.82 GHz 加2.17 GHz。就原神的实际表现来看 ，Note 12T 是要好于 GT Neo 5 SE 的。一加 Ace RV 呢，因为是天玑9000的关系 ，GPU 能效落后7加这样一截，帧率比 Note 12T 低的同时，功耗呢明显更高，平均呢是50.6帧，整机光呢是6.7瓦。最后呢来看一下续航，两款机型的电池容量分别是5000毫安时和5500毫安时，300尼特5G 加 WiFi 混合续航模型下 ，Note 12T 亮屏续航成绩呢是7小时26分 ，GT Neo 5 SE 呢是7小时23分。两者 WiFi 模式下的游戏功耗呢差不多，但前面3小时5G 流量模式下的耗电 ，GT Neo 5 SE 呢耗电会更多些啊，不知道是不是优化的关系。当然，屏幕分辨率差异呢也是一个影响因素，反正两者的续航啊都是明显领先一加 Ace RV 就是了。GT Neo 5 SE 一个优势呢就是大电池的同时，快充规格没有缩水，对比红米的67瓦优势很大，15分钟快充电量呢是13.5瓦时，遥遥领先 Note 12T 的8.9瓦时，完整充满耗时分别是29分钟和50分钟。2000档机型，大家呢一般不会对拍照有啥高要求啊，所以说3台机子主摄传感器都是旗舰级长焦传感器 OV64B。从实拍的对比来看，两台骁龙7加这样平台的机型拍照还是会明显比 Ace RV 稳许多的。比如说 Note 12T 和 GT Neo 5 SE 都有自动夜景算法，在大多数城市夜景里面，灯箱部分的细节以及建筑的纹理呢都要比 Ace RV 强很多。Ace RV 这个机子啊，从发布到现在，拍照算法呢基本是没啥优化，白天晚上画质都很差。这组样张 Ace RV 就出现了一种复古的朦胧美啊，放大看楼梯部分的轮廓都快磨没了。当然了，2000档位的机型，相机优化这块必定是不如3000档的，传感器、算法调教都会有差距。Note 12T 和 GT Neo 5 SE 部分场景也会出现一些算法优化问题。夜景环节呢 ，Note 12T 有光学防抖，整体的画质细节好于 GT Neo 5 SE， 糊片的几率呢也是相对更低一些。
至于超广角嘛，三者的基础硬件素质都挺拉的啊。白天红米的动态范围表现更好，不过晚上 GT Neo 5SE 的超广角给了自动夜景啊，可以反超红米。综合成像质量和拍摄体验，红米的主摄表现呢是相对更好的，光学防抖加持下，拍摄稳定性、夜景表现呢更优秀。GT Neo 5SE 次之，一加 Ace RV 呢相对最差。三台机子的屏幕激发亮度实测数据呢非常接近，红米真我一加分别是1003尼特、1066尼特和1112尼特，三台机子的亮度均匀性表现都差点意思啊。高低亮度差分别是105尼特、87尼特和115尼特，可以算是这个价位国产屏幕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不足了。亮度策略上，三台机子手动白底最高亮度呢都在500尼特左右，2万勒克斯照度激发亮度分别是785尼特、590尼特和554尼特。5万勒克斯照度激发亮度呢分别是908尼特、814尼特和721尼特。激发亮度策略上，红米呢会更加激进些，日常户外能见度表现得更好。色准方面表现也非常接近，标准模式下平均色偏呢分别是1.4、1.0和1.4。屏幕的可视角度方面，我们手上这三台 GT Neo 5SE 呢相对最弱，正常倾斜45度左右会出现局部偏绿。当然了，显示精细度这块 Note 12T 相对最弱 ，Full H 加内钻排 PPI 折算后呢大概是322，凑近看文字边缘呢还是会存在一些居尺现象的。GT Neo 5SE 和 Ace RV PPI 折算后呢都是368，这方面表现呢就要好许多了。最后呢是调光方面 ，Note 12T 高亮度下呢是类 DC，80尼特以下呢会切换到192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，护眼方面还是第一梯队。一加 Ace RV 和 GT Neo 5SE 在80尼特以上呢是360赫兹的低频 PWM 调光，80尼特以下真我默认是2160赫兹的高频 PWM 调光，一加呢依然是360赫兹的低频啊，需要手动到开发者选项里面去开启高频 PWM 调光。所以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，两者的表现都是不如 Note 12T 的。马达方面，两者呢都是0809的小尺寸 X 轴，震感呢都不咋地，红外 NFC 都标配。但是红米呢还有一个槽点，就是单屏 GPS。没想到5年前小米8升的卖点，如今红米3000元以下的部分机型都能砍了。如果说你日常对于定位的精度要求比较高，那么建议呢还是选择双屏 GPS 的机型。关于指纹解锁啊，一个呢是靠下的短焦，另外一个呢则是侧边的电容式指纹啊。就大米个人角度来说啊，两者谈不上谁更高级，完全取决于你更喜欢哪种方案啊。这点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走一波。简单小结，在这个价位段，两台7加 Gen 2机型的产品力其实都不错啊，价格呢也是咬得死死的，但实际选起来还是会让人有点纠结。这里呢，我们首先排除一加 Ace RV， 这台机子属于是要续航有质感，要性能有质感，要拍照有质感。如果说你喜欢用 ColorOS， 那么加300上 Ace 2，体验呢各方面都会有全面提升。红米 Note 12T 的主要优点呢是同价位颜值不错，手感轻薄，主摄表现在同价位有优势，屏幕调光更加护眼，原神优化的更好些。缺点嘛是单屏 GPS， 虽然说很难量化日常使用单屏和双屏的差距啊，但就是让人有点不爽。充电速度相对 Realme 呢也是慢了许多。GT Neo 5SE 的主要优点呢就是 1.5K 屏，显示精细度更高，100瓦快充，体验优势明显。双屏 GPS 更适合导航重度用户。所以红米的两个缺点正好呢也是 Realme 的优点啊。如果你是地图导航重度用户，或者说对快充要求更高，可以考虑 Realme。当然 ，Realme 还有一个需要大家关注的问题呢，就是售后方面。目前线下的服务网点呢非常少，你的手机如果说保内期间出现问题，那么就意味着必须要返厂啊。如果给长辈老人使用的话，需要格外注意这一点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Note 12T 和 GT Neo 5SE 的对比评测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，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评测的最大动力。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逛一逛、看一看，搜罗更多好价好物。那么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。